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的预言正在应验，末法时代已来临，一念心清净，处处莲花开。欢迎来到静乐的频道。您知道佛是什么吗？佛是开悟，也即是说佛是觉悟的人。那么成佛后的释迦牟尼被尊称为佛陀，意思是大彻大悟的人。所有经一开始都是如是我闻，所以第一句意思就是我曾听到过佛这样说。因为佛教传道最早是没有经书的，后来的经书是佛陀的500名弟子们回忆佛祖曾经说过的话整理而记录下来的。佛家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经《佛说法灭尽经》，详细预言佛陀入涅槃未来世界会发生的事。那时佛陀住在居夷那结国，再过3个月就是佛陀将要入涅槃的日子了。阿难尊者向佛陀顶礼后对佛说，世尊在往日说法前与说法后都有大威德光明显现，为什么现在没有见到一点点光明呢？阿难尊者这样请问了3次，佛陀才对阿难及大众说，我入涅槃后，佛法就如我头顶的光明一样，最后将会全部灭尽。意思是佛陀涅槃后，佛法还会在这个世界延续12000年，其中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。目前佛陀已涅槃于2500年，我们处在末法时代的前期，这个时代还会延续9500年左右。末法时期有4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魔道盛行，魔王的子孙们表装作佛教的出家人样子，扰乱正道，对佛法进行破坏。他们喜欢豪华的袈裟及各种彩色的服饰，喝酒吃肉，为了贪图美味而杀害生命，没有平等的慈悲心，而且常常相互憎恨和嫉妒。即使有菩萨、辟支佛、阿罗汉出现在世间等佛教修行者，精进修行，对世界的苦难做出贡献，这些菩萨也难免受到这些魔鬼们的嫉妒与贬低，编造谎言，诽谤攻击或者夸大宣扬他们的缺点，使虔诚的佛教徒无法进行修行，使他们不能有安身之所。这些魔鬼只知道贪淫无道，毫无怜悯，伤害众生，对佛法毫不尊敬。魔王的子孙在造作了忤逆罪的恶业中，下地狱后要遭受恶鬼畜生之果报，要经历过恒河沙那样多的劫数，3恶道罪受完之后，才出生在边疆小国极恶地方，没有3宝的地方。第2阶段法要灭的时候，女子们精进修行，长期的做功德，男子却懈怠骄慢，不能采用法语，看到修行的沙门就像看见粪便臭土一样，没有信爱恭敬之心。佛法要灭亡的时候，人们无法对佛法有恭敬之心，各种天界中的善人都在流泪哭泣，造成天逢前旱，粮食不能正常成熟，不能够得到好的收成，还有很多瘟疫疾病四处流行，受灾死亡的人数非常多，人民忙碌辛苦，官府却谋划得很苛刻而贪得无厌，不能顺合道理，整天想的是享乐及迷乱，恶人越来越多，就像大海中的沙子那样多，善人却很少，只有1、2个。但人们只想要享乐和放纵，不再追求精神上的富足，会出现无庙不设功德箱，无寺不受香火钱的现象。真正信仰并修行的人会越来越少，而贪图名利、利用佛教敛财的人会越来越多。人们已经无法再如法修行，即使有，也只是极少数的人仍然保持着心中的善念，对佛法抱有一线希望。但是由于找不到真正的大德名师，很多的希望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湮灭。第3阶段，劫将要到达尽头，日月时间变短，人寿命也随之短促，40岁头发就变白，就成了老年人。男子因为放纵淫欲，精力费尽而死亡，男子的寿命短，女子的寿命长，或者有男子寿命60岁，女子却有70、80岁甚至100岁的。突然间的某一天，世间会发起大洪水，洪水会淹没大地，甚至没有退水的期限。
可是世间的人却相信大水不久就会退去，以为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。不管是豪门还是普通老百姓，都沈默漂浮在水中，被鱼鳖所吞食。时有菩萨、辟支佛、阿罗汉等来救，而众多魔鬼从中阻碍驱赶，使菩萨无法救人。另外部分有善根的众生进入山野地方，淡泊名利，遵守佛法，以得到欢喜。之后有诸天护卫着的月光菩萨出世，月光菩萨与众人相逢，共同兴盛佛法正道，一共有52年。第4阶段这个末法时代往后发展，首楞严经、般舟三昧经会首先消失，之后12部经紧接住也会灭掉，一切经典都会消失，世间上任何地方不会再出现，连文字也不能见到，最后连阿弥陀佛4字洪名也灭了。到那时候的佛法可以说是完全断灭，人心越发沦陷，人的争斗之心越来越强，战乱越来越多，人的寿命越来越短，最后发展到人寿只有10岁左右时，由于世界大战，世界上只剩1万人左右，至此简洁就到了尽头。佛法灭亡时就如同油灯一样，在临灭时光明会格外亮一点，随即马上熄灭。自此以后，世间的一切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，只剩下了一片无尽的黑暗。佛陀预言未来佛降世时就是灾难结束时，末法时代结束后，世界进入增劫，人心渐渐向善，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，这样之后要过数千万年，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世间修正成佛，那时天下太平，毒气全部消除，雨水滋润万物，五谷生长茂盛，树木又长又大，人类身高达到8丈，那时候得到救度的众生数量实在无量无数，没有办法计算。那弥勒菩萨降生了吗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愿大家都能花开见佛，悟无生不退，菩萨为伴侣。